喂 ，Hello。是台北710189。对对对。你是不是 Teresa？ 对啊，我是 Teresa。新加坡长途电话打来呀。好，谢谢。OK。喂。喂，邓明君啊。你谁呀？我是林峰啊。哦，林峰啊，怎么样？哎呀，找你找得很苦啊。嗯。奇怪，为什么我跑到香港去找你，你就回到新加坡？为什么我来到新加坡你就回台北？你是在故意在躲我是不是啊？那当然了，你以为追我是那么容易的？什么？你说什么？我说你追我。你要搞清楚，我的林峰上面没有加一个高啊。哦。就算你的林峰上没有个高，可是你们两个都有共同的一样。我们两个人什么一样啊？你们两个一样的无聊。你说什么东西啊？你在说？我告诉你啊。嗯。我现在才知道你为什么嫁不出去了。为什么？因为你老是喜欢胡说八道。哎，你最近胖了还是瘦了？你看呢？我看。嗯。你要搞清楚，这是长途电话，这不是无线电传真啊！哦，对，我忘了。OK， 拜拜。OK， 好，拜拜。希望你录影能够录得很好。我会。很快的回来看你。好。希望你能够很早赶快嫁出去。好，谢谢。会发霉的。上一次你回来刚好我不在，这次回来刚好被我逮个正着。我上次运气真好，这次运气真坏。这次还是一个人回来啊？我知道林峰对我很关心，你是希望我2个人回来是不是？不，我是希望你3个人一起回来。我上一次回来的时候啊，看到你的小儿子，真可爱。好啊，优秀，很优秀，连我妈妈都说好可爱。真的？一点都不像你。确定是你的？啊？开玩笑，我太太可以证明。你太太？是啊。还是那个？不，啊？最近这2年。好像姓邓的都特别出风头，大陆匪区出了一位邓匪小平，恶名昭彰，鸡犬不宁，因而号称大邓。我们中华民国出了一位邓家丽君，人见人爱，四海扬名，因而号称小邓。由于他的歌声传遍大陆，因此激起了大陆样样学台北。不爱大邓爱小邓，这句话也流传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各位朋友，我们欢迎邓丽君。各位观众朋友您好，还有林峰您好。好。在这里要恭喜你啊！喜出何来？你最近很得意啊。有什么得意的地方？台视很看重你，很照顾你嘛啊。是这样的。这个新闻局一向对我很照顾。对不起，这金钟奖忘了。这个台视一向对我很照顾。我这都是。这个最主要原因都是军在全少之后，你把我带来，然后就丢下我们孤儿寡女，丢下我孤家寡人，那个流落此地，你又不太管我。我为什么要管你啊？你惹的祸。关我的事。不过林峰有一件事情真的是要恭喜你啊，听说你在狗年生了个儿子啊。狗年生犬子。虎父犬子，惭愧。
是一代不如一代。啊？不过你知道不知道，军在前哨之后，带来了很大的后遗症。什么后遗症？第一就是激起了全国闹军的高潮，第二就是让前线的官兵熄灯号一吹之后，每个人都要来一段军在前哨，心里面老是念着何日军再来呀、谢谢。哎，有一些问题是目前所有观众最关心的问题。你知道，现在关心最严重的就是我们之间的婚姻问题。我的婚姻是你的婚姻问题。婚姻问题，对。这个听说你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就要结婚。不，我决定在寒冬飘雪的时候结婚。发婚。不过，你结婚的时候，记住一件事情。什么事情？要千万的避免。为什么要避免？不要让普天下的男人精神崩溃。当然，我是不会娶你了。为什么？破坏美感嘛。你最好住到德国去。为什么？因为你缺德。在大陆，所有的高级干部开会的时候都流行戴耳机。遗憾的是，他们并不是在听会议的内容，而是在欣赏邓丽君的歌曲。我们欢迎邓丽君。各位观众朋友您好，很高兴能够在电视间和您见面。林峰您好，很不幸我又看到你。伤人太重啊！不，林峰，上次我看到你就是光头，是啊，这次还是光头，是长不出来呢，还是长得太慢了？是因为此地土地不够肥沃，肥料加的不够，尿素用的太少。今年是狗年，今年对邓丽君来说是幸运的一年。他有一套非常周密的计划，准备密集安打，对，给各位一个惊喜。对，最主要的原因，他就从小和狗有缘分，对吧？对。第一，他属狗。你才属猫呢。对，我属猫，你才属鸭子的，跟属猫的嘛。我的意思是说，你从小爱狗。对，是不是？喜欢狗。我很喜欢狗，就是最近我还买了一条外国狗。取的名字叫做白兰地，也很巧啊。我最近也买了一条土狗，取名叫五加皮。我们是认识了，也是，我想在夜巴黎歌厅的时候，我刚刚出来，我想15岁的时候，我15岁的时候，我们怎么讲同事，那个时候你是英俊潇洒，现在好像死架了。时不我与，时不我与，往事怎么回味？时不我与。怎么样？你觉得我现在跟这个15年前有什么不同？因为我做惯了节目，都是我访问别人，所以让我坐着等了这么半天才发言，我觉得很不习惯。所以，由于我们不是一家唱片公司，你想听到好听的，我相信比较难。对，我已经有准备了。我记得我是很小就认识你，不是那个你很小，我很小。你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也是青梅竹马啊。那个时候，让我感觉到这10多年来最大的不同就是你的饭量进步很多。你在吃饭的这个分量方面已经有长足的进步。最近比较少了一点。也少了一点。最近少了一点。还有呢？还有就是这个，虽然你的思想很西方，你能够接受这种西方的思想，可是你还是能够保持我们中国传统的女性所具备的条件。当然，我是指台上，台下呢，你就像个放牛的孩子。
怎么个解释？很乡土，很土。哦，很土。尤其是吃饭的时候，最能够表达那个大葱啦、大蒜啦。哎呀，各位观众还好，我们的电视机没有办法把味道传给你。不，我也是看时候、看场合的。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要多吃点大蒜，保持距离。一侧。一侧，就这么多了。我希望你还要讲的更多一点。因为这个，我们两人一直不太传电了，所以对你的注意，我一直只偏重于节目方面。这个我看关于这个真正的这种男女，这个对你的感觉，真正的男人对你的感觉，啊，我是指感情方面，我们是不是应该请我们的赵博士分析一下？我发现整个气氛好像还是很紧张，每个人都坐得硬邦邦的。可以轻松一下好不好？如果你们轻松的话，我唱起歌来也轻松一点，好不好？会使哦。那么在这里呢，我想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我们的嘉宾，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最丑陋的明星林峰先生。谢谢，很高兴看到你，很不幸你又看到我。在这么伟大的建筑里，面对这么多伟大的观众，参加这么伟大的晚会，情不自禁觉得自己也蛮伟大的啊。这次能够和丽君小姐在一起，共同演出，在我一生歌唱史上是非常灿烂难忘的一页。来，妹妹靠近一点。好。这种历史画面，各位有照相机的赶快把握镜头。啊。丽君和我可以称得上是关系相当的复杂不，关系相当的密切，因为我们从小就在一起，当然就非常的非比寻常啊。记得13岁那年，我们就在一起做出一些不可告人的事。对了，记得在13年前一个晚上啊，我带你去我们家后山去偷拔蜡。对了，时间过得真快，一眨眼我们10几年没见，再见面的时候，我们都已经成熟了。我已经熟透了。所谓时光容易把人泡，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或烂了香蕉。这个再见面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儿女成群了啊！我还没有。我。这10几年当中，虽然我知道，多数你都在海外演唱，是，而且在美国求学，可是我们经常都在报纸上看到您老人家的消息，啊，尤其是一首《何日君再来》登陆大陆神州，震撼了大陆苦难同胞每一位的人心，因此，大陆的同胞都流行一句话：不爱大邓，爱小邓。大邓也就是邓肥小平，小邓就是我邓家妹子。对我们演艺人员，这的确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是。我们同时更祝福我们丽君小姐百尺甘蔗啊不，百尺高杆，更进一步，更进一步。对，用词时常，因为在美丽的小姐面前，难免会意识朦胧、天摇地动。讲话就有点颠三倒四。这难怪你没看过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就是。讲话希望彼此能够互相尊重对方的体格。我觉得一个单身女孩在海外奋斗，的确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知道你最近这几年在美国求学，对于一些西方人的生活习惯，
你能够适应吗？一开始觉得不太能够适应，是。可是住久了以后呢，也就习惯成自然了。哎，这个你会不会受他们外国人的影响？譬如你的思想以及你的行为。我想多少有一点，譬如像礼拜天就会到教堂去做礼拜啦。哦，没想到10几年不见，我们都变成教友了。你也是教友啊？所以我是啊。不可能吧？我是啊，你是基督教还是天主教？我是135基督246天主。那礼拜天呢？礼拜天，阿弥陀佛。基本上，我认为信教总是一件很好的事。过去曾经对佛教用心的研究，认为很好。后来研究天主教，最近就和你一样，我们都是基督的门徒。阿门。你不可能吧？你是又抽烟又喝酒，是又追女孩。所以你信教还是不够彻底，对于基督的圣经的研究不够深入。我们基督曾经说要爱我们的敌人，所以我们必须要抽烟喝酒，喜欢。不知道观众是否同意？同意的请以掌声表示响应。这些都是被污染的教友。污染的。不过我们革命军人不能对敌人不可以爱护，我们必须要打击我们的敌人，才能够完成国家赋予我们的任务，对吧？对。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想请教你，在海外你的演唱以及在国内演唱，你的感觉怎么样？在国外演唱呢，当然观众也都是中国人，可是就是说好像少一点什么。那回到国内之后呢，原来我发现就是说，回到国内以后就可以面对伟大的国军演唱给他们听，这是国外所没有的。刚才这番话证明了他甜蜜蜜唱得很好啊，您的嘴实在太甜了，这个也证明您的婚姻前途将来是有希望的。谢谢。还有一件就是我在国外我看了很多这种外国男女啊，在公众场所公开接吻拥抱，这个妹妹你的感觉怎么样啊？一开始我觉得怪怪的，不过后来发现这是他们的礼节，就久了以后也就同流合污了啊。不是，青出于蓝胜于蓝，这久了以后怎么样？习惯。就不怪了。对，外国人这种拥抱接吻的礼节，对很多我们中国人看的确不习惯啊。不过，小弟我在国外住了很多年。对于他们这种礼节，也认为在适当的场所也有推行的必要啊。今天和丽君妹妹见面，一直没有礼节一番。在国外住了这么多年，这个现代的革命军人都善解人意，想利用一下外国的礼节。这是外国的礼节，在我们这个中国还是，大家还是不喜欢的。如果应观众要求呢？谢谢各位长官的栽培，谢谢，小弟没齿难忘。不敢安内了。不，我现在嘴上有口红，待会儿唱歌，你还有拍电视。你这个口红的牌子叫做 Christian Dior， 我最习惯的一种牌子。不，我们继续唱歌好了。希望你不要忽略民意呀，民意呀，掌声不够，再来一次。谢谢，小弟可以含笑归途了。奇怪，又不是你来，你那么高兴，那么兴奋干什么？因为他可以望梅止渴。我在这儿要为大家介绍一位嘉宾，这位嘉宾呢也是有着非常进军的心情。他呢，虽然不是，我想在场的每一位战士都知道有这3台默契。他呢不是台式的人，可是他是排除一切压力来到这个月光晚会。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最丑陋的林峰先生。
各位亲爱的三军将士们，你好。虽然今天陆战队比较多一点，可是还是有各军种的代表。很高兴看到你，很不幸你看到我。在电视以及影剧圈，本人的行情很差。然而在军中，本人的行情相当的好。讲话希望彼此能够互相尊重对方的体格。你只要打个手势，我了解。军中多数都是男士，只要是男人，他们一看到我，他们就会有一种自命不凡的感觉。很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参加这么一个有意义，而且这么一个盛况空前的老军中秋晚会。尤其是和我们丽君妹妹在一起共同表演，这是我一生的一种大事。你看站在一起，给观众的感觉怎么样啊？像不像一对豺狼虎豹？不是郎才女貌，对对，郎才女貌，啊，郎才女貌，感觉很好。我这一次很高兴，很荣幸应丽君的邀请来到此地，当然心情感到格外的沉重，因为这种大场面是我第一次。最主要原因，除了我对丽君小姐的仰慕，最重要就是因为我们从小就在一起青梅竹马。对对。啊，一别就是你离开宝岛很多年了，对不对？是。10多年了，啊？10多年。这10多年来，的确变化很大。哎。啊。是啊，一转眼，我们都成熟了，可以说是熟了樱桃，绿了芭蕉。我是已经熟透了，所以站在你面前，我总是感觉到我比你成熟。不过我知道你在国外，除了唱歌以外，做了很多很有意义的事情，不断地从事一些慈善演出，同时宣慰侨胞。我最关心的就是你在国外的生活是否能够习惯。在国外的生活，当然演唱的时候，主要的观众呢还是我们的华侨。可是，唯一就是在国外觉得演唱的时候有点遗憾，就是在国外没有我们伟大的国军。所以呢，回到台湾就可以面对每一位伟大的国军演唱，心里是感觉到非常的荣幸。谢谢。你没有出嫁，相信你将来在军中一定在婚姻上很有发展。我担心的是你在国外，像他们外国人的生活，你是否能够习惯？据我所知道，前一阵子你好像是住在美国，他们的生活习惯好像和我们中国人有很大的差距。对，一开始呢就不太习惯，后来久而久之呢就也觉得没有什么了。会不会受他们的影响？譬如你的思想以及你的举动？影响的话，我想有一点，譬如说去教堂啦，去做礼拜啦。哎呀，10几年没见，没想再见面的时候，我们都有宗教的信仰，而且都是教友。你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我是135天主，246基督。礼拜天呢？阿弥陀佛。因为基本上我认为信仰总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过去我也曾经研究过天主教，也研究过佛教，最近信仰基督教，没想到不约而同的我们都是教友。你不可能吧？啊？你是又抽烟又喝酒又追女孩子，怎么可能是基督教？不像吗？上帝说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所以我必须要抽烟喝酒。可是，作为我们的三军就不行，我们必须要打击我们的敌人，对，我们才有机会完成我们神圣而伟大的任务。我也在国外住过很久一段期间，尤其是我也在美国，你是在西部，我是在东部，我呢。我就不太习惯，尤其是外国人男女之间在公众场所这种公开拥抱接吻，中国话叫打啵儿啊，
你的感觉怎么样啊？当然一开始觉得很不习惯啊，后来也就后来同流合污了。不是不是不是同流合污。后来就青出于蓝，不是也不对。后来就觉得这是他们的礼节，所以也这是他们的礼节。对对。小弟在国外住了5、6年，认为他们这种礼节也不错了在宝岛的确有的时候有推行的必要一上台来一直没有和丽君礼节一番，同时国外的回来吧想借用一下外国的礼节，对，这个谢谢各位将士们的栽培，谢谢，小弟没齿难忘。不是这个是他们，这是他们外国人的礼节，在我们中国还是不能够实行了，而且好像每一位战士也不是见得很热烈，对不对啊？不热烈，热烈不够。谢谢。奇怪，又不是你，你怎么那么兴奋呢？我开先例，紧跟着他就有机会。你不要笑，你没有机会，你是负责这个部分。我们继续接着唱这首是什么歌的？还没有到那个时候，还没有到那个时候，你不用急。你也许离开国内太久了。我们国内现在最重视的就是民意民意。希望你不要违背他们的意思。我们接着唱歌好了，是。不，我有口红了，有化妆在了。你那种牌子我相当习惯。当然，也许在众目睽睽之下，你老人家实在是，好吧，待会儿我会给你机会的。